好，我們今天要來特別關注到的是，因為來自於外媒特別做了一個報道，說川普在這一次他當選之後有4大誤判，導致他害慘了美國，並且登上史上最無能總統嗎？美國的經濟現在面臨快要崩潰，而且民眾是拼命的兼差才能活下去。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川普真的害慘了美國，在留言區寫1；如果您認為他表現至今還可以，我們可以在留言區寫下2，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互動。好，我們要趕快來關心，因為川普他不是一直說嗎？他認為他是最棒的一個總統，不過呢，現在卻被評比可能是最無能的總統，因為他踩到了4大地雷、4大誤判。這4大誤判同時跨越到了相關的，就是美國在軍事、外交、經濟、內政上，川普都面臨極大的危機。好，我們趕快來看到的是，首先呢，這個第一個誤判是誤判了美軍的軍力哦。針對於中東的問題，川普一直認為說呢，對伊朗開戰陷入了一個無法收拾的泥淖，這是大家對於川普的評價。第二件事情是誤判了納坦雅胡他的野心，因為納坦雅胡現在看起来根本不想要跟中東和談，而川普現在確實也是拿納坦雅胡沒有任何的方法，沒有任何的辦法。第三個誤判是他誤判了共和黨內對他的一個反彈，誤判了黨內的政治風向。我們看到共和黨直接也就暫緩推動了反武器化的基金，這個酬庸的基金暫停了。第4大誤判是誤判了美國的經濟承受的能力，在這場戰爭，還有在川普的關稅戰之後，導致了油價、物價飆升，人民痛苦指數不斷的飆高。特別關注到在軍事跟外交上面，最明顯的就是對於伊朗的戰事，川普一開始在打的時候，他認為說我只要對他的最高領袖進行斬首行動，還有靠不斷的轟炸伊朗，就可以拿下伊朗。結果沒有想到，伊朗他現在為止都還不願意放棄，所以他明顯低估了美軍的戰力跟伊朗的意志力。第二件事情，他誤判了這個以色列總理，同樣是在外交上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一個心態，他以為說呢，他以為呢，对納坦雅胡徹底的誤判，是因為以色列到現在還是要持續的擴大戰線，導致美伊和談到現在還是幾乎瀕臨破局的。傳出呢最新消息，川普打了一通電話給納坦雅胡，他這次真的發飆了，他對他罵髒話之外，還說如果不是我，你納坦雅胡早就在監獄裡面了，我在替你收拾這些爛攤子啊！而且他話說得非常的直，他說現在呢大家都很討厭你，因為這件事情大家也現在都很討厭以色列。川普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誤判？是無能還是無知？那介大使怎麼看？我覺得這個其實答案在他寫的那個談判的藝術、交易的藝術這本書裡面。這本書把他的成長過程、跟他的處事經驗、跟他的處事邏輯、跟他的基本心態全部寫清楚了。川普是第一個，他認為什麼都可以談，那最終都是一個交易。那所以談判是一切解決一切問題的這個唯一方式。那中間你可以恐嚇，你可以欺騙，你可以動粗。你也可以耍潑，你也可以所以都通通可以，這就是他的所有處事的哲學。可是他也承認，他有一次講溜了嘴，他說他在第一任的時候，他說我是在紐約長大的。第一個，他的意思就是紐約人都不是善茬啊。第二個說，我是從事這個行業是房地產行業，房地產很複雜黑白兩道這些東西鬥爭很激烈。他說，所以他本來認為他是美國有名的惡人美國人有的人是對自己是惡人是很驕傲的，你知道，你不要以為有人說我是惡人是不，那是他身上的印記結果他講一句話，可是我到華盛頓才知道，我們跟那些華盛頓的政客來講，我們差遠了。也就是說，他才知道政治沒那麼簡單。你以老兄這個成長過程，而且說起來他也沒什麼了不起，他靠他老爸起家的了。我不是說靠老爸起家的，我就評估就低估他，可是他沒有吃過什麼真正的苦，然後又運氣又特別好。他在他的他現在的作風全部都跟他那個交易的藝術一樣，他喜歡打電話，他一天要打50-60封電話，他什麼都是他自己親自去打。所以你看他今天內塔尼亞胡，他會電話裡面，他們天天都在通電話。
聽說他用3字經罵他 ，F 字都出來了，對不對？然後呢，這是他處事的風格。然後呢，他喜歡賭，他包括他現在住的海湖山莊，當時是一個基金會的一個古蹟，然後他就殺人家價，結果呢，人家第一個根本不理他，這什麼殺什麼價，不可能賣你的，2年以後就給他買到。那同樣有一個 case 是在紐約市的一個舊的火車站，也是一樣，他去就給人家砍一刀，然後呢，人家說這不可能的，最後又給他買到，所以他敢賭，敢什麼？敢去哈，敢賭進去，所以這是他的性格。那現在所有他的一切都是怎麼樣？都是他性格的展現。可是呢，基本上我覺得他就是說，这一個政治人物來講的話，他不夠深沉。哎，政治人物有的時候是能不要講那麼多話比較好。可是他是用談判方式，他的講話就是要達到目的的講話。所以今天就騙你也好，恐嚇你也好，我把你，就是說把你全家殺掉，我要把你榨光什麼這些話，天天都在講。做一個政治人物不太適合。第二個，他因為這個從小哈銜着金湯匙，然後呢就變成他20、30歲就一帆風順，啊，不斷的這個哈，那個人養成個人極為自大自負的一種變態心理，所以呢，他在這個職務裡面他非常凸顯他自己，鈔票也要250，要250的鈔票也變他。然後呢，這個一天到晚講自己最偉大，因為呢他是真心覺得然後他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所以第二個我認為他城府不夠深喜怒哀樂形於色。所以他就會被內塔尼亞胡這種老狐狸就給他怪了，就這次他就栽了，栽了他又知道他又不願意承認，只有到最後真忍不住才用 F 字來修理他一下，我是為11萬。好，所以呢，其實現在呢，不只是美國的民眾看不下去，包括了自己家人這個共和黨的議員們也都看不下去川普的作風了。尤其呢，之前我們報道過嘛，他先前曾經推出這個17.76億美元，這個叫做反武器化的基金。這個基金要做什麼呢？就是他在這個任內的時候，凡是民眾你遭到這些政府的不當對待的人，是可以申請補償的。結果呢，這個提案一出來之後，不但民主黨罵他說這個基金根本叫做 Mega 小金庫，連自家共和黨議員都反對，包括了呢他在第一任期的這個副總統彭斯也反對這個基金，他說令人深感反感，而且他認為川普你在第2任期的時候真的是做得太離譜了，離所謂的保守派共和黨當初所堅持的保守派的這個觀念已經離得太遠了。那艦長怎麼看？這個我剛看到這個叫做川普提供的叫反武器化基金，我還真是想好久這是什麼東西啊？後來仔細研究之後才知道，就他反对這個國家任何一個人把國家機器，比如說司法、軍警，當做一個武器來迫害他的對手。那你如果遭受這些破壞，你就可以去申請你的這個賠償。那這就是他所謂的反武器化基金。那如果我們拿國內的這個東西舉一個例子的話，我舉個例子，好比說柯 P 事後證明沒有這個判刑，完全沒有。可他當初你關了他1年，這個1年你要賠償他的冤獄，要不要賠？要。還有一個，你迫害我這麼長的時間，我可以去申請去叫你賠償我的，你知道吧？這就是他所謂的類似反武器化基金。那為什麼人家反對呢？這種東西其實在美國制度裡面根本就有，它有一個東西叫做判決基金，它叫 Judgment Fund。這個都有編哦，現在目前編已經編到2028年了。所以他覺得說，那你這個東西是不是跟這個東西重複的？你為什麼要來重來這個東西？就事實上，我們的制度裡面有這個東西，這是一個。第二個呢，就是這東西最難的就是判定誰說你是受害的，誰來決定？誰來決定這個東西怎麼樣？就好比說，將來有一天柯 P 真的來告國家的時候，誰說你是受害的？我們真的就認為你是啊。所以這個東西就有它的一些，這是很難去決定的地方。那至於你說這個東西最近是不是反川普的聲浪變大？確實變大了。因為川普其實他一直在保證，就是我會改善你們的生活，讓美國再次偉大，不是美國在全世界多麼偉大，是讓我們美國的人民能夠過很舒適的日子。可是上來之後，大家就發現生活越來越艱苦，就是人民在乎的是我自己，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高大上的理由，
我現在我生活有沒有過更輕鬆？是我更輕鬆，我就會支持你這個政府，這是這個。但是呢，你說就他的力量就削弱了嗎？未必，因為叫做川普，他仍然具有一個強大的動員力量，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異類的人，就好像全世界怎麼會有人提出一個反武器化基金？你想都想不到他會想到這個東西。那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說他仍然很有大的動員力。德州不是要選一個參議員，參議員就是原來那個人要退了。要有一個人跟他挑戰，那這個原來這個人呢，他是2022年當到今天就是共和黨的參議員哦，他是幾乎要當共和党的在參議院的領导人，他也具備這個資格這麼久了，結果新挑戰他的這個人就第一次挑戰，就今年，川普支持他，因為他說他支持 MEGA， 所以川普支持他之後，結果5月26日就是第二次選舉有一個初選，一個第二次選舉完畢之後，川普支持的這個人拿到了64%的選票，而這個很資深的大佬只拿了36%，你就從這知道，你知道，川普的动员能力還是很大的。就光這個東西，你就知道，敢離開他的共和黨人哦，不多。好，所以我們也看到說，到目前為止確實啦，在整體來看起來，川普的動員力跟他在整體的共和黨的影響力還是相當大的。但是呢，我們也看接下來下半年即将要看到的就是期中選舉。那現在大家也在關心說，會不會經濟議題成為壓倒川普的最後一根稻草？尤其是呢，我們特別幫觀眾朋友整理出了許多具體的數據，是美國現在人民正在承受的數據哦。那現在美國的 K 型社會真的越來越嚴重。当然了，有錢的更有錢，那窮的更窮。尤其先来看到美國的求職平台，這個叫做 ZipRecruiter 做了一個統計，在去年35%的美國人民竟然是有兼差的。一方面，他們也擔心隨時被裁員，會入不敷出。再來就是我們來看到舊金山，它的物價實在是太高了。有一個具體實例，是一位醫生呢，他的年薪高達了37.5萬美元，換算新台幣1000多萬元的年薪。沒想到他也開始找兼差的工作。那他也說，其實類似他這樣的醫生，大約40%的醫生都有做第二份工作。再來，公立學校的老師壓力更大了，70%的公立學校老師有一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之外，還做兼職。他們可能是開 Uber 的，也有可能去送外送，或者是餐廳員工、油漆工等等。幹哥怎麼看？難以想象吧？這個案例比較特殊哈，那在舊金山哈，物價非常高，那這個醫師年薪新台幣1100萬，照理講的話，他根本不需要做什麼副業兼差，對不对？37.5萬美金的年薪，還需要做兼差嗎？要，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覺得他很有危機感，所以他必須要兼一份差，而這份差事卻是他身為醫生所以能夠達成的。因為你叫他去兼差，你以為他是去做外送啊，什麼網絡平台這些？不是，他幫一個公司，他跟那個公司簽約，他說你把你所有臨床，你這20多年來從醫的經驗，這個普納查醫師是女醫師，她在舊金山灣區，她在醫院裡面是上夜班的醫師，她是內科兼兒科的醫生，所以晚上的那個上班的津貼比較好，他才會有年薪1000萬。然後呢，你把你這20年來所有的案例，你調資料，你把它寫出來，我丟進 AI 裡面去，然後把它數據化，我就可以成為我們公司在推行這個醫療保險的時候很好的依據。那我們像跟你這樣的簽約醫師有上百個。所以你就幫我做這份工作，也就他在電腦前面，他就可以去想，我以前做過一個特殊案例，罕見病例，我怎麼治好的，用什麼藥，就這樣，因為這樣，每個月平白又多了1萬美金啊，所以你就說，連這種醫師他都要半夜再去想這些東西，想破頭啊。可是問題是，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好，這就反映出現在美國。中產階級都有一種非常大的恐懼感，因為他們害怕失去工作，連這個醫生年薪1000萬，他都還害怕失去工作。再來就是什麼？再來就是老師。我們現在講下面一個案例，那個老師他是
也是加州的一個國小5年級的老師，女老師，她說：“我跟你講，我這個平常教5年級的學生啊，那個非常的快樂，也很繁忙。可是我下課了以後，我一定要去兼差，幹嘛？兼差到聖誕樹的農場去幫聖誕樹裝車，因為聖誕節快到了。奇怪，現在才6月啊，為什麼聖誕節快到了？他說隨時都有聖誕節，所以那個農場一定有工可以做。那為什麼？因為他的收入根本沒有辦法負擔他每個月的那個支票以及生活開銷，還不是只有這樣，因為她還有一個老公，她老公也是老師。你知道她老公他下課以後，每天下午4點下課以後去幹嘛嗎？去當油漆工。夫婦2個人這樣才能夠有辦法，因為你知道他們其實美國老師的年薪大約是多少？7萬美金，相當於台幣200萬。对，2個人加起來年薪是不是有400萬？不夠。為什麼不夠？因為川普上來之後，大家都不夠。你會發現賬單來的時候嚇死了，因為為什麼？什麼都漲。然後你去 Walmart， 你就去那個零售店，專門的零售店，你會發現說，為什麼單價都提高了？反正什麼東西都提高了，有點像台灣啦。所以老師現在在兼差的工作，不是油漆工，就是去農場做工，也有開 Uber 的，都有。最好笑的就是，你知道阿肯色有個教授也是老師哦，你知道他也出去工作，不是，有人到他家去白吃白喝，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有一個也是老師的流浪漢，沒了工作，知道教授住在這邊，在阿肯色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他跑到教授家裡去避寒，然後住在地下室裡面，住了半天，教授都不知道。突然有一天，教授發現說他冰箱裡面東西不見了，怎麼搞的？我們家裡是不是被人侵入了？結果真的發現地下室有一條牛仔褲在那邊，這不是我們家的東西，原來住了一個流浪漢，也是老師，所以大家就知道嗎？後來就報警抓了他說，警察說好，法官送到法官面前，法官說判罰47萬台幣。他說我那乾脆住牢房好了，我就不要出去了，就這樣。為什麼？因為我現在講的是中西部嘛，阿肯色嘛，阿肯色那是很窮的地方。那去對照的舊金山這種很富有的地方，美國上上下下都是很多你看不見的小角落。為什麼？因為物價高漲，因為油價影響的關係。可是這些東西，川普他都看不見。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